在著名的旅游胜地印尼巴厘岛上，有一所华文学校，创办10多年来一直坚持帮助当地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。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，甚至会全额免费入学。而这所学校之所以能够一直办下去，是因为背后有一位华人在默默的奉献。那么他是谁呢？来，我们把目光聚焦印尼。有客人来，你应该怎么说？你好，我叫给夏，我5年级，我喜欢在海南学校。画面当中这个说中文的小姑娘是土生土长的印尼人，她提到的海南学校全名叫做巴黎海南大众3语学校。目前有将近400名学生在这里上学，他们可以在这里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初中。而创办这所学校的，您看，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位先生，叫庞廷国，祖籍中国海南，今年69岁。我希望，我的孩子不要忘记海南。我只有2个孩子还没有去过海南，别的我们就带了他们去那边了。也我希望，我们就是华人呢，不要忘记我们的根呐。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，我的一代能够学华语的。庞廷国呢是印尼巴厘岛第3代华裔，小的时候他的家庭生活是比较困难的，一家4个兄弟姐妹住在狭窄的房间里，父亲是早出晚归，靠打工换来微薄的收入，母亲做小生意补贴家用。让庞廷国难忘的是父母心地仁慈，即使自家艰难度日，还时常接济生活困难的人家。我爸爸妈妈是很多帮助没有钱的人虽然他自己生活也很苦，他很多帮助。如果在乡下没有工作的人他们他们住在我们家，虽然我们的家很小的话。俗话说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庞廷国为了给家里分忧，努力的工作，在乡下经营起了虾塘养殖业。历经数十年的辛苦打拼，他把赚来的钱逐渐的投资到酒店、房地产等领域，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开发商。有了事业的积累之后，庞廷国开始投身当地的侨团工作。2003年，印尼巴黎海南工会成立之际，他被大家一致推选出任主席。我们尽量，如果人家有上市的话，我们海南工会一定去那边第二，我们尽量提高他们的学问，因为我看我们海南东乡，在巴厘岛比客家还有广绍，还有福建，我们海南东乡生活比较差，尤其是学问也很差，所以我开这个学校。2005年的庞廷国将自己的一幢3层楼房腾出来，作为海南工会会馆，并且计划用1层开办免费的中文学校，从幼儿园起开始招生。开学之初呢，学校仅有9名学生，1名教员。半年之后，就有将近30名学生前来就读。短短的2年之后，这所学校的学生已经增加到了上百名。随着人数的增加，学校的场地开始显出拥挤的局面，办学经费也大幅度的增加。为此，庞廷国呢毫不犹豫地卖掉了自己的3层建筑，重新租用新校址。新学校占地1200平米，包含20间教室，于2008年投入使用，并且正式命名为巴黎海南大众3语学校。为了缓解学校办学经费的困难，学校开始向学生实行低收费入学制，以每人5万印尼盾，也就是折合40元人民币为标准。对于困难的学生，继续实行减免或者是全额免费入学。而且呢，这所学校呢不仅招收当地华人的子弟，还招收印尼本地人的孩子上学。
尤其是他们印尼的本地人能够学华语，一定能够了解我们的文化。如果他们能够讲华语的话，我想我们的关系一定更好。那么他希望开一间这样的学校啊，将来很多本地印尼人来读书，让他们跟我们从我们文化里面感受到。所以我们这个学校啊，78%是本地人。在庞廷国的推动之下，这所学校的办学成绩也取得了可喜的突破。近年来，该校连续几年被评为当地教学质量 A 级。在多语种的文化融合当中，中文教育也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，说中文成为当地学生的新收获。我喜欢中文，还有这里的中文也挺好的。要去中国，认识很多人。除了海南大众3语学校之外呢，庞廷国还在当地的乡下创办了全额免费的幼儿园。他始终竭尽所能地为贫困人群创造良好的教育机会。因为在一个乡下很穷的乡下，在那边没有幼儿园，所以我们开那个幼儿园是免费的，连衣服、鞋子，还有书，各种各样，学生的需要，我们就给他们，送给他们了。通过创办巴黎海南大众3语学校，庞廷国也更加拉近了自己和家乡海南的距离。他曾经带着孩子回乡寻根问祖，甚至组成了由几十名印尼老乡参与的探亲团，回到海南，为家乡和亲人的发展贡献力量。